早晨啊！今日咧啱啱瞓醒啦，天氣今日就有少少天陰陰咁樣啊。今日係工作坊嘅最後一日，亦都係最晏開始嘅一日。今日咧就晏晝先開始，係啦，晏晝先開始。我諗都仲有成個鐘時間嘅。我自己咧實在太少機會返國內啦。對上一次應該係喺中國嘅一個佢哋叫巡講啦，咁樣我容易理解咧就係巡迴演講係啦嘅工作坊，同 Phase One 嘅一個合作咧，就喺中國嘅一個巡迴演講咧，就去咗分別幾個大城市去同當地嘅攝影師做一啲交流活動嘅。咁我對上一次嚟上海直情係2017年，都喺車墩嗰度影 pre-wedding， 仲記得我喺影視樂園入邊遇到阿 Sales John 莊揚帆。佢都係一個我自己好欣賞嘅攝影師嚟嘅。我仲有去個 studio 度拜訪佢添。嗰陣都已經係2017年嘅事啦。所以好多嘢都有啲唔同咗，尤其是一種攝影嘅文化，就係我哋一種打燈嘅文化啦。所謂雖然我其實好多作品其實都係冇打燈嘅，都可以嘅。我今次過嚟頭2日影嘅相，可以話90%都係冇打燈嘅。但係大家都會睇得到有多少嘅唔同啦。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咧，唔係一定要打燈，只不過咧打燈係可以創造更多可能性，而唔打燈咧係好需要現場嘅一個配合，就係陽光配合、環境光線嘅一啲配合。我就形容係一種拍攝模式同個結果不同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俾我會追求嗰種戲劇性多啲咁解啫。如果純粹唯美靚，咁其實你唔打燈都可以㗎。咁所以如果嗰個環境時間係唔容許我打燈，我都可以用唔打燈嘅模式影出一啲作品。我記得我2014-15年嗰陣，我喺土耳其咧有攝影師即係俾咗個花名我嘅，叫做 Flashman 嘅。講就講笑咁講啦，但係其實我覺得佢係有啲即係叫做係影射我嘅，即係話乜嘢都係閃光燈咁樣。因為當時係興 LED， 但係當時嘅 LED 質素好差。有部分嘅攝影師當然就唔係好識啦。所以咧就佢哋覺得乜嘢都好似一定要 flash 咧。我係包容更多唔同嘅聲音嘅，但係我覺得攝影師係需要學習咁多咯。無論你係幾多歲，無論你嘅年資係多過我幾多嚇，又或者你係新入行嘅，都冇所謂嘅。對我嚟講冇所謂嘅。我覺得係需要包容更多唔同嘅人嘅聲音啦，同埋持續地學習啦，呢一個態度啦，我覺得係好緊要嘅。嚟到今日，我對攝影打燈嗰個方向態度冇變過嘅，但係當然我個包容力就大咗好多啦。因為大家以往睇我嘅作品就好似全部都一定要打燈啦，甚至近幾年先認識我嘅朋友呢，我喺上次喺哈數嗰個分享會嗰度同大家分享過，亦都係大部分觀眾原來係近幾年先認識我嘅，咁就大分別啦。真係大分別啦！近幾年我自己嘅作品呢，我連我自己睇自己嘅作品呢，都睇到有一個好大嘅分別。何況大家係近幾年先認識我呢？所以我之前咧喺哈數嗰度分享咗一個近10年嘅一個心態轉變，就係同大家分享咗我喺以前拍攝嘅心態，用燈啊、創作啊，甚至電腦啊，甚至現代嘅 AI 啊，我樣樣嘢都會有同大家去做咗一個分享。咁當然啦，分享會就座位有限，亦都唔係大家所有人都參加咗，所以喺熒光幕嘅前邊，你唔係好認識我，我覺得係正常嘅。但係我覺得嘗試下去睇下我以前嘅作品啦，我拍攝嘅作風啦，我嘅思維模式啦，我分享咗好多嘅，因為我覺得你想去了解多少少呢一個攝影師嘅話，我覺得嘗試睇更多嘅作品啦，唔好純粹單睇佢近1-2年嘅嘢啦，聽下佢講嘢啦。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對於
你搜尋呢個題目係講壓光嘅，係講點樣用閃光燈嘅，點樣用 Beauty Dish 嘅，更加有效。因為我覺得純粹睇表面嘅呢一種功夫呢，係唔同攝影師喺唔同年代都會用唔同嘅模式去看待同處理，去用呢啲技巧投入去落去自己嘅作品裏邊嘅。咁所以我覺得一種學習模式呢，亦都係需要不斷轉變、不斷去更改嘅。並唔係話而家興網上就變咗網上，而家係實體就係實體咁簡單咁表面咯。因為你真係想認識一樣嘢，又或者你去欣賞呢張作品係點樣做出嚟嘅，係因為通過呢個攝影師有咁嘅想法，係當時咁樣去運用呢個光線而走出嚟。所以呢一個係冇第二個渠道嘅，你係一定要通過呢個攝影師，了解呢個攝影師，你先可以得出呢個答案，而唔係揾出佢嘅之前我所講嘅一個魔法技巧。魔法技巧呢個攝影師係呢個技巧，嗰個攝影師其實都可能分別不大嘅，大家都係咁樣嘅一啲掩眼法嚟嘅啫。但係大家嘅想法好唔同，演繹出嚟嘅結果都會好唔同，呢一個先係最大嘅差異。咁所以呢，我俾少少意見大家，如果真係近幾年認識我嘅，我覺得大家可以睇下唔同年代 Muse 嘅作品同埋拍攝模式。到底我係唔係真係影出嚟嘅作品或者係 Photoshop 好多呢？又或者全部啲作品話過度 Photoshop 喎，影出嚟好似 AI 又或者係好似你一定要打燈先影到相嘅喎咁樣。我覺得全部都係一個誤解嚟嘅。但係點樣都好唔緊要，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睇法。我睇你係咁就咁，我覺得冇所謂嘅，真係冇所謂。我係希望俾一啲真係有誠意嘅觀眾，如果你真係想學習，真係想了解，唔好單單去睇表面嘅技巧，亦都如果你真係想認真去學習攝影，我唔認為你個表面技巧唔夠叻，你就好似唔夠膽去學。我覺得樣樣都可以係去開始去嘗試，因為攝影並不是去 copy 別人嘅嘢攞過嚟就算。我哋去欣賞、去了解、去模仿係正常嘅，但係唔代表你係得個零嘅。去嘗試將自己睇到嘅嘢、諗到嘅嘢攞出嚟，呢一個係學習嘅第一步嚟嘅。我俾一支吉他你，你要夠膽亂咁彈，呢個係第一步嚟嘅。俾咗一件樂器你連摸都唔敢摸，撥都唔敢撥，係因為你會覺得條線係咪咁彈嘅呢？我覺得呢一樣嘢已經係阻止你向前行最重要嘅一個障礙。因為首先你要願意去探索，願意去用自己嘅諗法去看待呢一樣嘢。呢件係樂器又好，呢個係有乜嘢新嘅興趣都好，你用你嘅玩法去玩咯，唔好理呢個正唔正宗，因為呢一樣嘢係培養你嘅興趣，對呢一樣嘢嘅好奇心，好奇心就會產生熱情。我覺得呢一樣嘢好緊要嘅，唔好樣樣嘢都係我唔識彈吉他喎，可唔可以一定要知道呢個 chord 係點樣撳我先可以彈啊 ？Fingering 係咪一定要咁樣先得啊？手指公係咪一定要咁彈啊？Free stroke 啊 rest stroke 啊，一定要點樣我先可以去開始接觸，我想先可以開始去玩啊？我覺得唔係，絕對唔係。如果你要永遠咁樣模式嘅話咧，你會好唔容易去行到一條自己開心嘅路，同埋更加難達到一個成功嘅一個結果咯。咁我希望咧喺呢個今日最後呢個工作坊開始之前，抽少少時間同大家分享。咁我準備咧又要換衫出去啦。下次有機會再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同大家繼續分享。